喺全球以至香港咧都掀起一股熱潮。根據 Google Trend 啦 ，NFT 嘅搜尋量咧喺2021年12月中咧攀上到去高峰，而亞洲地區嘅搜尋量咧更加係佔據咗 Google Trend 裡面咧最頭嘅5位中嘅4位。而2021年咧 NFT 全球嘅市場交易咧係高達41個 billion 美金。最近咧更加有一個印尼嘅男仔大學生啦，喺 OpenSea 嘅呢個平台裏面咧拍賣佢嘅 NFT。佢拍賣嘅呢啲 NFT 嘅內容咧係講緊自己4年間咧自拍組成嘅照片，喺短短幾日啊，佢嘅 NFT 咧就賣出咗價值8萬美金，而且咧喺全球咧爆紅。咁咧我都收到好多人咧問我關於 NFT 嘅問題啦 ，NFT 嘅投資啦，呢個係咪就係 Global Trend 咧？所以咧今日咧我就特登準備咗呢段影片。今集嘅內容咧，第一點咧就會介紹翻 NFT 係乜嘢啦。第二，我就會講一講 NFT 咧點解喺全球崛起。第三就係關於 NFT 創作者嘅睇法。今日咧我就邀請到咧陳奐仁先生 Henry 咧，佢咧同我一齊傾一傾。佢作為一個活躍喺 NFT 嘅創作者嚟講咧，佢點樣去解答翻我呢個作為投資者對 NFT 嘅一啲疑問呢？影片嘅最後咧，我亦都會分享翻我作為投資者對整個 NFT 市場嘅睇法。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咁另外咧，如果你想支持翻 Ray 私人呢個平台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開戶連結啦，當中包括加密貨幣嘅買賣平台喺英國註冊嘅 CXIO 啦，仲有 First Trade 啦零佣金嘅美股平台，同埋咧 Saxo 就係買晒全球各大股票嘅平台。當中咧亦都有一啲開戶嘅優惠嘅。好，喺度都提一提啦，今集嘅資料內容咧，全部都係我自己做嘅資料搜集啦，係作一個分享嘅用途，就唔構成咧任何對加密貨幣市場啦或者 NFT 嘅買入或者賣出建議。投資有風險啊，記得咧喺你做投資之前咧，自己要做功課啦。翻今日嘅正題啦，人人咧都喺度討論呢個 NFT， 咁到底咩係 NFT 咧 ？NFT 全名就係 Non-Fungible Tokens 啦，佢嘅中文全名咧就係非同質化代幣。根據 Nature 學術期刊啊，喺2021年10月刊登嘅一篇分析論文咧，裡面就講到啦，主流嘅 NFT 嘅資產咧，包括藝術品、收藏品、遊戲、Metaverse、元宇宙等等啦。咁要簡單咁樣理解一下 NFT 咧，就要記住3個元素啦。第一就係 value 價值，第二就係 ledger 記帳，第三就係 encryption 安全加密。好，第一部分啦。value 價值 NFT 咧係一個數碼資產，當中咧係不限於影像、影片、錄音，甚至喺某啲情況之下咧，現實生活裡面嘅生活物品啊，任何嘢，如果有人俾一個價值 value 呢啲咁嘅數碼資產咧，都可以做成呢個 NFT 嘅交易。而呢啲數碼資產咧係儲存於呢個區塊鏈裡面咧一個獨特嘅數碼證明，呢個證明咧可以提供呢啲資產嘅擁有權。目前咧大部分嘅 NFT 咧都係喺以太坊嘅區塊鏈上面鑄造嘅。第二就係 ledger 啦，記帳。NFT 咧係跳過咗銀行嘅 ledger 記帳系統，用區塊鏈即係咧去除咗傳統銀行嘅記帳方法，而佢嘅記帳咧都係記錄喺一個咧好多人相信而且都係非常安全嘅區塊鏈嘅帳簿上面。第三就係 encryption 啦，安全加密。NFT 咧每一次咧只係可以擁有一個嘅正式持有者，而且咧佢哋係受到區塊鏈嘅保護同埋安全加密嘅，所以冇人可以修改呢個擁有權嘅記錄，或者咧係複製新嘅 NFT。而 NFT 嘅發行者啦，即係 distributor 咧，可以追蹤佢發行嘅 NFT， 亦即係所謂嘅安全加密啦。你哋瞓着未啊？嗱，千祈唔好瞓。我知咧係有少少難明嘅，不過咧我再俾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咧，你就會明白噶啦。例如好多人咧都會儲呢啲 NBA 球星嘅閃卡啦，依家咧 NBA 咧就將佢哋球星嘅比賽啦 Top Shot 嘅呢個 moment 啊。即係嗰一刻發生嘅事，佢就製作成一個 NFT 去買賣。因為咧好多人都給予 NBA 球星嘅表現咧呢啲價值。好耐以前啦，如果你要買呢啲 NBA 球星嘅閃卡咧，你就會用信用卡或者現金去呢個系統去交易記帳啦。咁所以咧都會經過咧每一個國家嘅中央銀行佢個系統。但係咧 NFT 咧就係跳過咗整個銀行記帳嘅系統啦，喺區塊鏈上面咧去除咗傳統銀行嘅記帳方法。咁新嘅區塊鏈嘅記帳方式咧就係用一個分散式帳本啊，即係 distributed ledger 嘅方式去記帳，所以咧就跳過咗中心化嘅中央銀行，俾所有嘅參與者咧嘅電腦咧一齊去記帳，一齊去確實呢個交易。
咁呢啲共同擁有嘅交易記帳方法咧，經過運算同埋加密之後咧，就喺呢個區塊鏈上面咧，等呢啲參與者確認之後咧，就上鏈啦。咁有人就會問啦，點解 NFT 咧會喺全球突然之間崛起咧？咁我自己認為咧，最令 NFT 成為全球性嘅趨勢咧嘅根本原因就係創作者同埋設計師都想佢成為全球性嘅趨勢。呢啲創作者就係創造物品嘅人啦。佢哋為咗去保護佢嘅作品咧，令佢有資源同埋更多時間去持續發展佢嘅創作。所以咧，大部分嘅創作者咧都係支持 NFT 嘅。咁買呢啲藝術品嘅一個好明顯嘅好處就係咧，你作為一個支持者，你想支持你最中意嘅藝術家或者創作者嘅話咧，你可以好直接用呢個 NFT 嘅方法喺經濟上面咧支持佢哋。其實喺過去咧咁多年嚟，藝術同埋文化創作者咧都唔係咁容易去生存，因為佢哋嘅作品咧好容易喺互聯網上面咧被非法散播啦，甚至係被盜用。咁我可以話呢個互聯網咧，的確係令創作者嘅生存空間咧係擴大咗，但係咧同一時間互聯網亦都限制咗創作者嘅生存空間，因為佢哋係好難保護到佢哋嘅創作成果。就係因為呢個原因，令到咧依家好多嘅創作者咧都覺得 NFT 其實係佢哋未來嘅一個好好嘅出路。其實咧 NFT 咧仲有好多其他嘅用處嘅。咁我自己諗到嘅話咧，就包括演唱會啊，或者睇戲嘅戲飛啊。如果佢哋想防止假冒嘅門票咧，佢哋亦都可以用 NFT 去認證。咁除此之外咧，有啲名貴嘅手袋啊、限量版嘅鞋等等啦，我覺得咧都可以利用呢個 NFT 嘅認證咧，去保障翻消費者利益，甚至喺 Metaverse 元宇宙裏面咧，作為呢個獨特嘅認證啦，即係好似一個獨特嘅身份證明。譬如你喺元宇宙所用嘅角色、所着嘅衫啊、鞋啊，都係可以利用呢個 NFT 去買賣，變成咧獨一無二。所以我會見到 NFT 除咗係一個熱潮之外，其實佢係真係有實際嘅功能同埋作用嘅。咁點解 NFT 咁吸引呢？咁其實吸唔吸引呢，就要睇邊一個角度啦。咁頭先我都講咗啦，對創作者 creator 嚟講咧 ，NFT 真係非常之吸引。但係對一啲平台啊、傳統嘅媒介嚟講咧，例如電視台啦，同埋音樂串流平台啦，咁 NFT 係咪吸引呢？如果創作人可以直接聯繫到佢哋嘅 fans， 直接喺佢哋 fans 上面咧得到呢個經濟上嘅支持咧，咁呢啲傳統嘅推廣平台、電視台啊、廣播電台啊，咁佢哋嘅收入咧就可能會受到影響啦。咁雖然咧我自己係認同 NFT 咧將會係成為全球嘅趨勢，但係咧我自己本身就唔係畫畫或者作曲嘅創作者啦，咁暫時就未有 NFT 嘅發行。但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咧，我自己關心嘅唔單止係呢啲 NFT 會唔會升值，會唔會俾到我獲利賺錢，其實咧我自己最關心係個風險。今日咧我就好榮幸邀請到咧陳奐仁先生 Henry 咧作為我呢個 Ringier 嘅嘉賓，佢咧就係全球第一個發行華語音樂 NFT 嘅創作人。Henry 嘅其中一個 NFT 嘅拍賣咧，更加喺1分鐘之內咧全部售罄。佢透過賣出 NFT 咧，令佢成功賺到咧50幾個嘅以太幣 Ethereum， 同埋咧500幾個嘅幣安幣 BNB， 所以咧我可以話佢係 NFT 界裏面嘅領先人物。咁我今日咧都非常之開心啦，佢應邀咧去解答我對 NFT 嘅一啲疑問。歡迎你 Henry。好多人咧一開始，如果佢哋真係支持啦，佢哋真係打算去買啦，但係好多時佢哋會聯想到第一個反應咧，將佢同版權啊、patent 啊一啲畫上一啲等號，因為佢哋覺得啊 non-fungible 嘛，咁唔係就獨一無二咩？唔可替代喎。咁喺一般嘅情況之下啦，喺呢個如果我哋喺某個地區，就算香港或者係美國都好啦，如果有人侵權嘅話，你可以根據律師嘅幫助，咁喺當地個 jurisdiction 嗰度啦，揾翻一個法律嘅訴訟嘅途徑。如果係 NFT 嘅話，咁呢啲網上面其實可能有一啲我哋叫right click 黨啊，佢用一個 right click 就 save as 或者係用任何嘅途徑啦，存有呢個 save 咗個 copy。諗落成件事，其實無論係賣家 seller 即係創作者啦，或者係 buyer
又好 investor 又好，其實佢哋暫時因為 NFT 係去中心化啊嘛 ，decentralization，佢冇一個法律嘅保障，冇一個 jurisdiction 可以俾到一個 protection 我哋。咁我哋點樣去保障自己咧？呢個係咪一個雙面刃咧？係。但係如果你咁樣去諗嘅話咧，你就永遠咩都唔做，你得個等字。等到幾時咧？等到 Web 3重複 Web 2嘅成個過程咯。你等到啲 fans 變成 trillion-dollar company，跟住佢哋啲制度大大地，跟住你要參與嘅時候，你要簽一個好似迪士尼咁長嘅約，你要經過佢哋嘅 curation process，佢哋批咗你之後，你咩都未做，佢就即刻抽你心成或以上，同 auction house 冇乜分別。你要等到嗰陣時咯，因為佢有個 structure 嚟支撐你啊嘛。點解佢需要 structure 咧？因為佢需要令到大家都有安全感，你喺佢嘅平台度消費，等佢可以擴闊佢嘅生意額啊嘛。你等到嗰陣時嘅時候咧，你就要承受而家所有人喺大平台度承受緊嘅嗰4樣嘢咯。而區塊鏈就提供一個 dream， 會解決到呢4樣嘢，就係佢話而家喺用區塊鏈，我就係 automatic 噶啦，我就係 immediate 噶啦，我就係 immutable 噶，冇得改變噶。同埋最尾我係 transparent， 我係透明噶，所有啲交易咧冇得呃嘅。邊個 wallet 去邊個 wallet，Etherscan 度睇到。如果你係用緊以太嘅話，你上 Sourcescan 都可以睇到啲。應該之後睇到多啲。BSC Scan 肯定睇到多啲啦。就係 promise 呢個 dream 咯。咁呢個 dream 咧未實踐嘅情況之下咧，就有好多 opportunities 去改善人群嘅收入平衡或者唔平衡咯。如果 as an investor， 我頭先個問題就係我嘗試去尋求一啲保障。我真係好中意 Henry 嘅歌，好想買 NFT。咁有啲乜嘢係保障到我咧？暫時你好中意 Henry 嘅 NFT， 如果係 Henry 自己發出去嘅，跟住你見到佢嘅 social media 有寫係我就嚟發呢個啦。咁你睇呢個 link， 呢個 link 就去嗰個 buy page。咁個 buy page 嗰個 claim address 係乜乜乜。咁你得到啲 confirmation， 你已經知道係已經 dox 咗件事㗎啦。如果嗰個買家咧，個 creator dox 咗自己，跟住咧個 address 咧係對嘅，咁咪係咯。咁唯有就係驚幫佢寫 code 嗰個人咧做咗啲手腳，佢自己都唔知，你佢埋你，creator 都唔想㗎。This is a risk that we're all taking。咁即係話，如果真係咁樣發生嘅話，即係咯，你要自己承擔呢一個 risk 啦。你投資樣嘢就一個 project 越 hot 咧，突然間你會見到起碼五個scam project 孖住佢，用相似嘅標題去吸引啲人，希望有啲人傻傻地唔記得咗 check address，跟住 FOMO， 跟住就入咗啦，上咗當啦。我都試過好多呢啲不開心嘅經驗㗎，但係就係因為有機會創造新嘅好嘅改變，我覺得係值得搏嘅，即係去。我就係 as 一個 builder， 我想砌好嘅 systems， 我想砌好嘅examples 俾啲人可以抄襲，可以學習咁樣。即係假設我都冇一個法律嘅正途嘅途徑咧，可以保障到我。有冇第三方可以提供呢啲 NFT 驗證同埋核對嘅服務 ？ERC20 tokens 咧，即係fungible token 啦，已經有得驗證啊。有一間出名嘅公司就係 Certic 啦，佢哋會做 audits 㗎，佢哋會 audit 你個 code，make sure 冇 backdoor 冇奇怪嘢。係 safe 嘅，你得到呢個 audit 嘅 certification 咧，你就可以同人哋分享，跟住話我呢個 code 咧係 safe 嘅，你唔相信我，你可以相信呢間 audit 公司，就好似你去 PwC 或者去係啦咁樣。咁二咧就係有好多 steps 你可以 take 㗎，嚟 check 用我頭先講嗰啲啦。如果個 project 係 dox 嘅，即係你知道個真人係邊個，平時咧個 wallet 咧係只係一紮亂碼㗎咋。0x977 ABC 呢就係亂碼咧，你唔會知道佢後邊係邊個人操作緊。Dox 就係佢自己報上名咯。呢個 wallet 咧就係我嘅，我叫咩名，跟住你可以因為佢叫咩名，你可以知道佢住邊度，佢有冇老婆仔女，有冇養幾隻狗，佢做咩生意嘅。你知道對方係邊個嘅時候，你會得到多啲安全感啊嘛。所以呢個就係叫 doxing 咯。而家 doxing 變成一種賣家俾買家安全感嘅一個手法，即係你知道我係邊個。係。但會唔會有啲賣家佢有幾個咧？有幾個 wallet 咧？即係有幾個碼咧？佢俾唔同嘅，你唔會知㗎。所以你要，所以信譽係緊要。social media 嘅 following 係緊要。如果佢唔係名人嘅話，同時間頭先講翻啦，你可以用 token sniffer 一個 software 去 check，或者你可以上 Etherscan 去 check wallet 啲錢係點樣，啲幣係點樣行嘅，或者啲 NFT 係起源喺邊度。跟住喺邊度交收，有冇突然間去到一啲奇怪嘅地方，你可以 track 到嘅。
所以呢個就係叫 transparent 嘅嗰個概念咯。最尾就係好似買股票一樣嘅咋，你唔清楚啊嘛，你可能上一個新嘅 exchange 或者一個新嘅 apps，你有啲驚啊嘛，試少少咯，一嚟冇買1000蚊咯，一嚟買10蚊雞先咯。即係如果瀨嘢嘅話，你跌10啫，咁樣去試咯，冇一定要 DYOR 同埋 UDD 咯，要自己做自己嘅 safe checks。明白。咁我又想了解多少少，頭先你話咧去驗證啊核對嗰啲服務咧，其實佢可能都有 limitation 嘅喎。咁譬如啦，好多嘅 creator 佢哋有唔同嘅銷售嘅方式，例如呢個就係發100個 NFT 嘅啫，我唔會發101嘅。咁但係我去買嗰個，我又點知你係啦？你係咪真係唔會發第101咧？或者有冇人 copy 咗呢樣嘢又代理發行咗，我又唔知咧。兩個角度，一咧，你信唔信佢啦？二，有一種 code 咧寫法咧係可以 limit 一個 collection 嘅。我發咗出去，你睇住個 code 咧，你就知道我冇可能再寫多啲。夠唔夠多人明咧？導致於夠唔夠多人相信咧？呢個又係一個議題啦。好，咁去到另外一個問題，頭先其實都講咗少少嘅。你話大部分都係用呢個以太坊呢個 community 啦。咁blockchain 之間咧，佢唔係一定互通嘅喎。咁如果第時喺某一個 blockchain 上面再有新嘅 NFT 去鑄造，咁可能冇辦法由一個區塊鏈轉去另外一個區塊鏈。咁呢個係其實有一個限制咗佢嘅流動性，會唔會影響 NFT 嘅交易咧？你自己睇。Two-part answer， 一應該唔會，因為群組唔認可佢就冇價值。咁唔係你係第二度開你就一定得。而家咧有一個新趨勢係嚟自於 Cosmo 嘅，就係 IBC Interblockchain。之前咧大家成日講 interoperability， 可唔可以一個 blockchain 跳去第二個 blockchain， 將啲資產啦，透過好多人喺 wormhole 啊 bridge 啊嘅模式咧，一個鏈嘅資產過去第二個鏈，但係呢個模式咧係有問題嘅。首先會唔見嘢，二喺理念上係唔啱以太文化嘅，唔啱區塊鏈文化嘅，因為喺 Chain A 嗰個佢 freeze 咗佢，等佢喐唔到，喺呢度生一個 clone 一個分身，跟住喺呢度活動。交易完咧，佢想過翻去，佢就 freeze 咗佢，跟住 unfreeze 佢。所以其實係佢冇將一個 asset 真真正正帶過去咯。再講深少少就係、有一個新嘅平台，上個月出話真係可以將呢個 asset 飛去第二個鏈度喎，跟住呢度就冇咯喎。反而呢個 project 冇人 buy。OK， 真係有人提出啦，有人開始做啦，但係你知冇人 buy 係咩意思咧？佢個幣係咁跌咯，冇人支撐呢個 project 咯。咁佢冇人支撐呢個 project，佢就冇錢入去繼續 develop 佢嗰個 product。佢而家得個 POC 啊嘛，proof of concept 係啦，即係佢將一個 mutant ape 由一個鏈去咗第二個鏈，又翻嚟咁樣咯。但係話唔定將來真係有嘅喎，呢個唔得啫。有呢個需求嘅可能，冇錯，但係你係做投資噶嘛？你知價格可升可跌啦，係啦，未來有可能係咁。我亦都希望可以做到 IBC， 我亦都希望可以做到 full transparency， 我更加希望可以做到 RID 博啲 ID 啊 ，real ID、real life 嘅 ID 博digital ID， 即係你嘅銀包就楞人啊。如果銀包楞到人嘅話咧，成件事就會安全好多噶啦。但係喺呢個環境入邊咧，好多人都慣咗，或者其實就係中意唔使出名。咁一個人持有幾十甚至幾百個銀包，冇人知道佢搞緊乜，冇人知道佢揸緊乜。好多人都中意咁樣財經生活啊嘛。呢個係可以理解為好同唔好都係同一時間有呢個問題咯。好嘅就係匿名，唔好嘅都係因為匿名或者你唔透露太多嘅嘢。冇錯。咁亦都要 seller 又要說服到 buyer 去買嘅時候，buyer 又想要多啲嘢去知道去支撐住。所以講到尾就好似一啲老臣子講嘅，大家都想賺錢啊。所以咁 key motivator 係賺錢咯。講到 NFT， 你無論點樣講藝術咧，多唔多人買？因為佢哋相信咧，佢哋可以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或者半年可以攞到個大利潤咯。ROI。
呢度你頭先講嗰度咧，其實係伸延咗我下一個問題，因為其實咧我係幾感動嘅。我見到你一個訪問咧，你講話你希望幫佢哋啲 creator 揾翻佢哋嗰1000個 true fans。其實 Kevin Kelly 呢一個理論咧，其實正正唔係淨係套用喺你身上，套用喺我身上，套用喺好多嘅 KOL 或者任何嘅 creator 身上。其實佢呢個理論其實係10幾年前講嘅，佢用話就話 Internet 嘅發明將會幫助好多人，而呢一啲人咧係可以直接聯繫到一啲支持佢嘅人，揾到1000個 true fans 咧，可以令到佢哋有足夠嘅錢去生活，至少係生活，交下租啦，即係正常啲嘅生活啦，食到飯啦，係咪？繼續做自己有 passion 嘅嘢，就係音樂啦。喺呢個角度嗰度，咁啊對我嚟講係 YouTube 啦。咁繼續有人支持嘅時候，我就可以繼續去整影片啦。所以我呢度咧係令到我咁想去訪問你。咁對你嚟講，頭先你都解釋咗好多，你認為 NFT 係咪一個出路咧？你有啲乜嘢想俾一啲創作者一啲即係建議，或者係咯，即係有啲咩説話係想同佢哋講，即係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嗱，頭先你講1000 fans 啊，係俾到好多人出嚟，因為 internet 俾到1000 fans 呢個概念可以成立啊嘛。True。除非個 internet 咧令到嗰個 creator 或者 KOL 嘅 key product 貶值啊，譬如音樂啊，譬如 graphics 啊，譬如畫像啊、動畫啊。如果 Web2 搞到任何嘢貶咗值咧，我覺得 Web3 係會幫到佢嘅。幫到佢嘅方法就係 NFT。呢個就係我抱住嘅信念，都係點解我會申請而攞到 Cyberport 嘅NFT Accelerator 呢個 program 啊，可以幫到多啲人啊嘛。我有睇到你呢個訪問。你就做緊呢個 NFT Accelerator， 你講話其實你冇人工㗎喎，呢個訪問裏面係你係真係幫助大家嘅啫，係咪？係啦，咁佢哋肯俾我幫人都係一種認可嚟嘅，係啦，係啦，咁入去嗰度有1800間公司，由嗰度開始咯。我好欣賞你可以為自己嘅信念去堅持。咁啊，係啊，我覺得社區係需要呢啲人。當我哋有溫飽之後，如果我哋係可以做到更多嘅話，呢一種嘅信念可能會無形之中幫到其他人，或者幫到你走得更遠。好嘢，多謝 Hanjin， 你今日咧等抽空咧上嚟 Vinnycia 咧去接受我嘅訪問。我聽完 Hanjin 嘅訪問啦，希望咧佢嘅講解咧可以解答到你哋心裏面嘅一啲疑問啦。其實最近嘅 NFT 熱潮咧都不禁令我咧反思一個問題嘅，就係咧點解咁多人咧其實佢唔係好了解 NFT 喎，無論係買家定賣家啦。佢哋未了解整個 NFT 嘅發展咧，點解佢都仍然作出呢個投資或者係出售 NFT 咧？咁我可以理解咧，好多人咧就驚自己錯過任何一個嘅投資熱潮機會啦。咁就好似之前嘅 meme stock wave， 咁好多人咧睇到新聞咧，聽到某啲 NFT 嘅成交好高啊，個價賣出好貴啊，咁就好多人就誤以為NFT 嘅投資價值好高，而且咧好容易賺錢。咁如果你係真係有呢啲咁嘅諗法咧，我就覺得唔係一個成熟嘅投資者嘅諗法。咁投資嘅第一個守則咧就係諗點樣離場 ，how to exit。咁呢個咧喺我以前唔同嘅影片咧，其實有講過噶啦。投資者喺每買入任何一隻資產嘅時候咧，你一定要考慮嘅就係你會點樣去賣貨。咁我呢度咧我會用 Michael Jackson 作為一個例子啦。咁當然佢嗰個年代咧就冇NFT 嘅，不過咧我只係打一個比喻。咁咧當時如果佢真係好紅嘅話，你買入嘅時候一定係好貴，甚至係天價。但係咧，當你買入嘅時候，你可能都估唔到買咗之後嘅幾年啦，就發生佢有性騷擾兒童啊、濫用藥物等等嘅負面新聞。咁呢啲咧，當時係令到佢嘅聲譽咧嚴重受損嘅，因為你覺得佢嘅形象唔好啦，你想即刻將佢賣出啦，但係咧，你手頭上嘅 Michael Jackson 嘅作品或者 NFT 嘅價格咧，喺佢個聲譽受損嘅同時咧，相信亦都會價格大啲。咁調翻轉嚟講啦，如果你買入嘅時間咧，就係 Michael Jackson 最低落嘅時間，即係喺佢面對好多輿論壓力啊，關於性騷擾啊、濫用藥物嘅時候。最差嘅時候，咁如果你係以一個投資者嘅角度，咁你自己有冇信心去喺嗰個咁嘅情況之下去買入佢嘅作品呢？咁你幾時係 exit 呢？
幾時係離場呢？你會唔會想像到佢之後嘅形象可以回升呢？咁我喺度問一問你哋個問題啊，大家知唔知道佢嘅版權喺幾時嘅時候係最值錢？答案咧就係佢死咗之後。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早期喺佢最光輝、最有名嘅時候咧買入佢嘅 NFT 的話咧，你當時買入嘅價格咧應該係最貴最高嘅，而你嘅唯一離場嘅時機咧，就係喺佢死咗之後啦。咁當然啦，當你投資嘅時候，邊度會有人估到佢會死咗嘅啫？所以咧，對我嚟講，買入 NFT 咧，用嚟收藏或者用嚟投資咧，兩個觀點同埋策略咧，係應該完全唔同嘅。投資者係必須要諗 buy low sell high， 低買高賣。但係咧，有部分嘅 NFT 嘅發行時機咧，亦即係咧 seller 賣出 NFT 價格最高嘅時機。通常都係咧呢個發行者最有名、最光輝嘅時間。當然啦，我喺度就唔會講所有嘅 NFT 都係賣得貴啦。喺度我係指部分嘅啫。所以咧，投資者應該要分得清兩種嘅策略。我認為咧，如果你今日係作為一個收藏家，純粹係去買呢啲 NFT 去支持你中意嘅創作者咧，呢個係無可厚非。你嘅角色係 collector 收藏家，或者係一個 true fan 支持者。但係如果你買入 NFT 係為咗投資嘅話咧，同任何嘅投資一樣 ，NFT 嘅風險同埋回報係成正比嘅。如果你花太多嘅錢去買入你認為會升值嘅 NFT，估值太高嘅話咧，但係最尾市場又決定咗佢哋唔再對呢個 artist creator 有興趣咯。同你嘅意見相反嘅話咧，你買入一個咁貴嘅 NFT 咧，係將會令到你蝕錢。所以無論喺股票市場或者 NFT 市場上面，我發現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漠視咗風險，高估咗自己嘅眼光。如果你只係追逐潮流、熱潮去炒賣自己都唔太認識嘅 NFT， 同股票一樣，任何過熱嘅投資咧，都係一個 music chair game，即係咧爭凳仔嘅遊戲。邊個走得慢咧？邊個就係輸家。好，希望咧今日嘅影片咧可以啟發到你哋對 NFT 世界嘅認識。你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你認為 NFT 嘅未來嘅趨勢係會點呢？你自己又會唔會投資喺 NFT 市場上面呢？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